公元前209年，秦二世登基不久，大泽乡揭竿而起，天下群起响应，秦廷陷入混乱。入殿必卸甲，军情万骑，无暇卸甲。起，让进。陛下，贼寇已到溪水，扎营鸿门，有数十万之众。河门距宫中不到100里，函谷天下雄关，他们怎么就入关了？贼寇绕过三川军大军，突袭函谷，猝不及防。秦军呢？秦军呢？赵高、李斯，你们说，我天下无敌的秦军呢？陛下，咸阳无城墙，无以为守，怕是你要我逃，皇帝怎么能逃？国君死社稷，谁人敢言退？少府还有什么话？臣自请退贼。斗中无兵，仓促间郡县兵不能调集，何以御敌？臣请设骊山行图，70万之众，挑选精壮，授以兵甲，旦夕之间可成大军。别无他法，志不济也可拖延10日，调集郡县兵。好，张少谷、晋忠都依你，放手去办。陛下英明。掌管皇室财用的少府，虽然位列9卿，却并不是一个军职。史书也没有留下章邯此前明确的军旅履历。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更像行政官僚的人，在获得授权之后，迅速把骊山大批刑徒组织起来，发给武器，编成了一支能够投入战斗的军队。有一个被许多人忽略的事实，骊山皇陵宫地距离周文率领的大楚军驻扎营地非常近。其实细水本身就是发源于骊山。换句话说，章邯不是在远离战场的后方慢慢训练一支新军，他是在敌军已经逼近帝国腹地的时候，以9卿重臣的身份亲涉险境，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完成了这场紧急动员。人员编组，建立链条，军械发放，粮食运输，每一件事都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或许少府长期处理财政、物资和庞大行政事务的经历，恰恰给了章邯一种不同于普通武将的能力。另一个细节是周文率领的数十万大军在细水止步不前。有的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以秦中尉率领的咸阳最后的卫戍力量，数量很少但精锐的正规军在正面坚决抵抗，从而为章邯争取到了宝贵的组织时间。但这些都是细节的揣测，我们只知道，在匆忙而有效的组织之后，章邯率领刑徒军从骊山向细水旁的大楚军发动了进攻，居高临下，出其不意。这他妈都哪里变出来的秦军？进军！引望！咦，到底他们射不射呀？望！望个鸟，拉不住了！鸟，发吧，发！停，气断，冲！射，速射！开始，气断！不要乱，不要冲！听命令，他们要冲上来了！冲上去，和他们拼了！不要乱冲，不要乱冲！冲啊！3转进，阵进！阵进！
少傅，贼军攻势已衰，是否令左右翼前出包抄？好，不要包抄，全军齐出，正面迎敌，全力一击。正面推进，不断后路，贼寇溃散了就追不上了。行图成军岂能久战？乌合之众只能速胜。传我令，全军出击。得令。何以有此神兵天下？难道大秦天命未决？细水一战之后，周文败逃，残军一路退出函谷关，在距离函谷关以东数里的曹阳驻扎休整。但蹊跷的是，章邯并没有马上追击周文。秦廷花费了2个月时间调集郡县援兵，朝廷应该也在激烈争论是固守关中，还是打出函谷关重新平定关东。最终，也许是李斯为首的统一派占了上风，章邯随即率领获得增援，完成了正规化的骊山军团东出。函谷关和大楚残军都没能阻挡秦军，周文再次东逃，逃到洛阳以西的渑池。仅仅10多天后，章邯再次追到，发动猛攻。周文第3次战败，他拔剑自刎。消灭这支曾经威胁帝都的大楚军后，章邯马不停蹄地赶向荥阳。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被陈胜吴广的大军包围在这里已有数月之久。听到周文战败，秦军东出的消息，围城的大楚军内部发生了内讧，吴广被杀，大楚军兵分2路，一路继续围攻荥阳，一路主动西进攻击章邯。双方在敖仓附近相遇，骊山军团大获全胜，继而乘胜追击，荥阳为解。以此为起点，章邯一路扑向东南，直指大楚政权都城陈县。陈胜不断派兵阻挡章邯，但大楚军邓说部、武徐部、房军部、张贺部全部战败，陈胜只能逃离陈县。不久以后，他被自己的车夫杀死。此时距离大泽乡起义仅只过去了半年。陈胜死了，但章邯还没有停下脚步。楚国宗室景居以自立为楚王，魏国拥立了公子魏咎，齐国宗室田丹复国，赵国燕国虽然不是由旧王室为王，但实际上也已复国，天下大乱。由李斯在秦廷全力支持的章邯决定将他们一一消灭。章邯进攻魏国，将魏王咎困在临济城中，数月不得突围。齐王田丹亲自率军赶来，与魏军会合，但章邯夜袭齐魏联军，联军大败，齐王田丹战死。彻底失去了希望的魏王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选择投降，随后自焚而死。短短半年多时间里，章邯几乎扑灭了关东的每一个火种。但就在这个时候，秦2世2年的6、7月之间，风云突变。从军事上说，由项梁领导的江东楚军开始北上，他们拥立了熊心为楚怀王，号召天下。他们兼并了之前的假楚王景居，景居旧部刘邦也在这个时候投靠了项梁。这支生力军在楚国军事贵族项家的领导下虎虎生风，展现出与之前的反秦军完全不同的军事水平。而从政治上说，情况就更加危险。赵高为首的保守派抓住周文大军绕过三川郡的事实，认为李斯与大楚军合谋，最终说服秦2世在魏王咎死后的第2个月将李斯下狱。在这种动荡中，章邯追击齐国残兵，追到了东阿，但项梁调集大批楚军，迅速北上救援。刘邦、项羽在前线联袂作战，秦军大败。章邯向西撤退，楚军紧追不舍。到了濮阳以东，双方再次交战，章邯又败。
秦军退入濮阳，挖掘水道，引来黄河水，构筑防线。刘邦、项羽奉令绕开章邯的防区，直扑濮阳周边郡县，他们要切断章邯后路。项梁也亲率大军抵达距离濮阳不到100里的定陶，要拿下这处刘邦、项羽未能攻克的重镇。战争的形势仿佛在突然之间再一次发生了逆转。宋将军求见。让进。吴信君，臣有进言。你讲。臣于前使报，秦廷增兵濮阳，章邯兵后，不得不防。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李斯已经下狱，谁来主持大局？增兵？谁给章邯增兵？据说，就算增兵又如何？章邯2次败我手下，再来何意？目下兵力分散，定图又久攻不下，是否调回项羽、刘邦等齐国援兵，再图西进？齐国这帮忘恩负义之人，我在东阿救了田荣，他回头就要我杀了齐王田北，以此要挟，我能堕入他的圈套？君上，不可负气。禀君上，雍丘急报，我军大胜，刘邦部将阵斩李由。好得很。宋义呀，这下章邯就是孤军外悬，更有何虑？君上，胜固可喜，为将者不可骄惰。臣为君忧之，臣为君畏之。成何体统？我敬你做过楚国令卿，不和你计较。可你要知，论起打仗，楚国还得看我们项家的。君上无需多言，你就去齐国吧，看你3寸不烂之舌能否说动田仁这个小人。从濮阳过来，走了2天，也不知道下一步去哪儿。想这么多干嘛？有饼吃就不错了。不错，热乎。看清楚了，他们已经扎营了。你回去报告，就说秦军扎营，还有50里路到定陶。你看，他们都埋锅造饭了，那怎么还有人出营？我看的有上千人，这不明摆着是运粮队要返程了吗？别磨蹭，快回去通报。前面还有5里就是定陶，就在这里。换装，上甲。你听到什么吗？没有。冲啊！杀入敌营！先登先阵，斩将者加官进爵。秦军西营！得要刀法，刀来！倒转！楚军大营已乱，一定是章邯少府的大军冲过来了。机不可失，传我令，打开城门，冲出去，内外夹击！君上，秦军不知来了多少人，大军已乱，请速突围。何以至此？何以至此？穿白甲的是项梁，别让他跑了。射！定陶突袭战，章邯斩杀项梁，大获全胜。但非常意外的是，他并没有乘胜追击中枢被毁的楚军，而是率领大军北渡黄河，前往巨鹿。